吧。你醒了？江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可算找到你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幸好有卓少主在。是你救的我？是你自己明的。那潘大人呢？看着犯人呢。小姐，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没有长心啊？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也不来关心你一下。难道是梦吗？老实点，别动。你没事吧？可惜我没能亲手杀了你。难道不断杀人，是你想要过的生活吗？雇佣的掌控欲，毁了你之前的人生。你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却又陷入杀人这样极端的桎梏。你这样何尝不是一种偏执呢？带他回去。是。雇佣那老小子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一起押送顾山回去吧。你休息一会儿，再回县衙。阿福，留下保护他。是，少主。后面4个留下，其他人跟我走。那不是卖冰饮的三姑娘吗？她犯什么事儿了？听说她才是灯会案的真凶，重开灯会就是为了抓她。你们抓了我女儿，我来看看她，不犯法吧？不会吧？怎么是他女儿？他怎么会是堂主不是只有一个儿子，5年前已经死了吗？我还在他家呢吗？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女儿啊？完全没想过这事儿啊！来了那么多人，真是吓死人了。是啊，堂主居然原来是人家杀呀！真没想到。哎呦，是。为了配作顾家的血脉，我就活该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，每天被打得体无完肤。对于你来说，若是我不能活成你想要的模样，我就根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顾家没有你这样的废物。我能以女子的身份行走人间，无比畅快。这样活1天，胜过之前活10年。顾堂主，你再也不能控制我。
你们两个是护着这个凶手吗？顾山是杀人凶手，他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可你身为人父，却从未将他视作血亲骨肉，私自囚禁、控制、折磨。在这里，最没有资格教训他的，就是你。再不让开，我不客气了。他来这儿根本不是为了教训我，他是怕我说出那枚令牌背后的秘密。你敢！潘大人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位不可一世的顾堂主背后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山儿，山儿，娘，你不怕连累你娘，你就说。山儿，放开我娘！你们这些畜生，放开我娘！顾雍，我劝你不要任意妄为。他是我生出来的，到死都得听我的。我不动手，珊儿，你想想清楚吧。求你，就当为爹娘最后几次孝。啊！你非要顾家给你陪葬吗？娘，放了我娘，我答应你。顾山，山儿，你不能像娘一样，永远都被这个人控制。这样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呀？你闭嘴！珊儿，你记住，你永远都是娘最宝贝的孩子，永远都是。顾夫人。顾山，顾
顾山，顾山，顾山，你不能死啊！顾山，顾山，顾山，姐姐，叔叔，我知道，我会帮你照顾好双双。双双，双双，水波纹令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值得你不惜杀死自己的骨肉也要保全？说！阿泽，把人给我带回去。是，跟我来。别动，别动。金水帮的出现不是巧合，难道他们跟水波纹组织是一伙的？我先回趟银雨楼。上次抓到的金水帮余孽都关在这儿了，孙堂主已经审过了，没交代什么。帮内一定还有奸细，你去查一下，记住，不要惊动任何人。是。姐姐，你现在的心愿跟那会儿还一样吗？现在嘛，早已由不得我。我只盼着公子能早日回京，顺顺利利的与郡主成婚，了却我家老爷一桩心事，我们潘法也能重归祥和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双双出事了！大人，你也来了。我听说有人闹事，进去看看吧。她是凶手的妹妹，把她跟尸体一块扔出去。跟他废什么话？他不搬，我们帮他搬走。走！对，走！都住手！来，快起来！潘大人，走。
什么意思？从今日起，这家店为县衙特供兵役。若再有闹事者，一律按妨碍县衙办公论处。这人这怎么办？哎呀，走吧，走。真是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抓的凶手都是十恶不赦之人，这样我也不会挣扎和难过。善与恶并非迥然对立，而是一体共生。有的时候，凶手未必是十恶不赦，而死者也未必是十全十美。其实，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只怪物。我们能选择的是，将它培养成猛兽，还是接受它，与它和谐共存。你陪一下双双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有潘大人那句话，以后没人敢闹事了。我只是想姐姐。要哭就哭出来。我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，也失去了家人。那个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，我也是整夜的哭。但是哭完了，咱们就要自己擦干眼泪，要向前看，咱们得好好活着。我教你一首童谣吧，这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教给我的。每次我孤独害怕的时候，都会自己哄自己。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半夜起来遇妖怪，4个脑袋3条腿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嘤嘤嘤嘤嘤嘤，金斗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衣帽掉了一大堆，4个脑袋3条，一起来。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半夜起来遇妖怪，4个脑袋3条腿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嘤嘤嘤嘤嘤嘤，金斗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衣帽掉了一大堆，4个脑袋3条腿，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，半夜起来遇妖怪，4个脑袋3条腿，吓坏我们金斗鬼。金斗掉了3大。
小姐，这一盆是非常名贵的墨香玉兰，公子千里迢迢从京城带来的，只剩最后一盆了。你要是想摘，去院子里面摘别的好不好？哦，灵儿，哥哥在河阳是不是也有几家铺子啊？是啊，上官家的生意遍布天下，各门各类都有涉猎。那你去通知这些掌柜，问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水波纹的图案，不管是器物还是别的，有所得者重赏。啊，还有，去一趟书寺，把那些什么河阳相关的博物志啊、地方志都买回来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刚才外面来了一个渔夫，说有一个叫白小生的人托他带个口信，白小生在码头被人扣住了，请小姐赶紧去救他。你说给你1个时辰，让你的亲人来见你最后一面。既然这1个时辰已经到了，跳吧。不是，大哥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竟敢买通船夫，用我们的船私运货物！你既然有这个胆量，就早该预料到有如此下场。别磨叽，赶紧跳！我求求你了，大哥！啊，你别！哎，你是需要我住手！啊！姐姐救我！他偷运了多少货物，我10倍赔偿。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？我们银雨楼的规矩，岂是你能用这几个钱买通的？银雨楼，我都说了，我跟你们少主真的是朋友。我们少主是何等英明人物，岂会跟你们这些女流之辈做朋友？他们确实是我的朋友。卓少主，参见少主。小生，姐姐，吓死我了！朱堂主是吧？你尽忠职守，做得很好。不过，这件小事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此结果吧。少主，他私带货物，这可非同小可。再说咱们银玉楼从来没有破坏过规矩。少主，您不能因为外人而因私废公啊！你说的对，她未来将会是我们银玉楼的少夫人，她的话便是我的话，我的话便是银玉楼的规矩。难道你对我的话也要质疑？少主恕罪，属下不敢。参见少主夫人。啊，幸亏你来得及时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？太爷遣人送了口信给我。哎，我说小骗子，你可真会惹麻烦，10次见你9次都出状况。说明卓少主是天生解决麻烦的人物。走吧，晚上一起喝酒去。走。我那些货不是还都没处理呢吗？你们去吧。姐姐，我晚点去戏园找你。与其在一旁看你们卿卿我我，还不如去跳河。我晚点去找你啊，姐姐。哎，小生怎么最近怪怪的？他不是一直如此吗？要钱不要命。阿江，你以后别这样了。是吗？我不是从县衙搬出来了吗？以后也不需要这些幌子了。你不用成天围着我转，也别老叫我什么少夫人之类的，我很尴尬的。不是幌子，我说的都是认真的。以前我也以为我只是把你当做朋友，但2个月前我回到了河阳，那时我高高兴兴的去找你，却只听到了你身陨的消息。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刀剑加身都从未让我如此害怕过。
那时我才明白，原来你在我的心中早已不只是朋友。你回来之后，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发自内心的。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娶你过门。阿娇，我一直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斩钉截铁，毫不犹豫。我虽想到会是如此，但没有想到，这种感受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加难受。比失望更伤人的是空欢喜。我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更不可能给你无谓的希望。公子，公子，顾雍已死，季善堂已清，你还在怀疑四大宗族吗？我在想，在京中的那个幕后黑手，为什么会在河阳配置势力？难道就是单纯的为了杀人吗？我看了季善堂的账目文册，倒确实只有杀人这个买卖。所以我怀疑，这四大宗族中，一定还有他们的势力。这季善堂被灭，生死坊又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那就只剩下银雨楼和百花宫了。但这一个在诚心诚意的帮上官小姐，另外一个又早早与公子连了盟，帮县衙解了燃眉之急。这肯定是我错过了什么。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饭要一口口吃，案子要一点点查吗？老这么干想也不是办法。不如直接说，想干嘛？骑马去。姐姐，你又在看这块帕子了？9年了。对了，县衙现在如何？非常安静，甚至可以说是死气沉沉。潘大人来到河阳仅仅2个月的时间，就走到了如今这样的地步，已经出乎我的意料。想让他短短时间之内查清顾雍背后的势力，的确有些强人所难。或许是时候推他一把了。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小姐，我们已经把河阳市面上所有带水波纹的物件全部搬来了，实在没有你说的那种啊。公子，
我们已经到西园了，也不知道上官小姐在里面过得怎么样。哎，我们要不进去看看？小姐，你要的水波纹，我这儿有。在哪儿？陈掌柜，小姐要找的是水波纹，你找来这么多武器做什么？请看。听到了，人家根本就不用咱们担心。公子，咱们来都来了，难道你就不好奇上官小姐在里面过得怎么样？哎，你听，灵儿笑得多开心啊！羡慕了，是不是想搬过来跟他们一起欢声笑语啊？不是，不是就少过来晃悠。这，公子，死鸭子嘴硬。这。公子，如果大人，怎么了？大人，4楼有人纵火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大人，不知是谁在这牢房里面打翻了一盏油灯，好在稻草是湿的，没有起火，只是冒烟而已。究竟是何人如此大胆，在县衙大牢内纵火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里面没有关押犯人。湿稻草不是为了放火，而是为了起烟，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这把火是有人故意引导。大人，那个人邪乎得很，万万不可靠近他。他犯了什么案子？鬼火勾魂案。不知这么晚，潘大人到此有何吩咐？我来找一份卷宗。哦，什么卷宗？老朽跟您一起找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找吧。你快回房休息吧。大人辛苦。
以前上官池总能很快找到需要的卷宗，我还以为此事很简单。现在想来，他定是下了不少功夫。河阳新政书院，傍山依水而建，后山传闻闹鬼，经常有人走进去就走不出来了。据当事人供述，1年前，新政书院的4名同窗陈父、周歌、刘氏、沈慈，他们为了比拼胆量，去了后山鬼林。几根骨头而已，还吓不到我。你们要是怕的话，你们就趁早回去吧。我们也不怕。对，不怕。走。什么人？装神弄鬼的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沈慈，有鬼！有鬼！沈慈被鬼抓了！沈慈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众人认定沈慈已经丧命。可谁曾想，过去沈慈，你没死啊？沈慈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来，坐这儿。沈慈，你不是被鬼抓走了吗？对呀，你怎么回来的？对呀，我们当时都看到了，让你别过去，你非要过去，然后你就被鬼给缠上了。对啊，是我被恶鬼拖进林子里。恶鬼好像要把我推到地下去，我死命挣扎着，用脚踹着，这才逃了出来。可是林子里有很多瘴气，我一出来，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沈慈，大家原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事了。可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又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。非吾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。非吾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是故君子自难而易比，众人自易而难比。非吾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。非吾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非吾安居也，非吾足财也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救命！我的眼睛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！我也看不见了。 3人陆续目亡，继而水米不进，神志恍惚。陈父的父亲是书院掌院，他遍请名医，全都瞧不出陈父的病因。坊间传闻都说是林中闹鬼所致。直到一天夜里，
有一名企业的书生看到了一幕。陈父，周哥、刘使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陈父，陈父！陈父，周哥，刘使，刘使，陈父，周哥，刘使，陈父，周哥，富儿啊，陈父，陈父，陈父，陈掌院，掌院，在这儿呢。你看，啊！富儿，富儿，富儿，把沈慈给我抓起来！就是这个白眼狼，不念书院培育之情，竟学了妖术害了我儿，还有2条无辜的性命，请大人做主，让沈慈偿命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？陈父等人中邪之时，我正在书院里读书，没有去后山。你既会妖术，想瞒天过海又有何难？你口口声声说我会妖术，证据呢？我有功名在身。你们无凭无据如此冤杀，恐难服众吧？沈慈，所以，你是因为跟潘大人赌气才搬回西院的啊？更正一下，不是赌气，是划清界限。从今往后，我跟他就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无交集。当真？当真。也挺好的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？干嘛在同一棵树上吊死2次？你看看身边的人呢，卓少主也挺好的。他跟你表白了？他跟你说了？我猜的。他真跟你表白了？你都没留意过吧？他眼睛总是看向你，没有朋友会这样的。我现在只想查清水波纹，做回杨采薇。这个沈慈没有证据证明他杀人，但是他是此案的唯一犯罪嫌疑人。当时判的是先押后审。大人，我办案10年，抓过的嫌犯没有1000也有800，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诡异的。诡异在何处？
他刚进来的时候跟其他犯人压在一起，但是没过几日，那些穷凶极恶的江洋大盗都吵着嚷着换牢房，最后没有办法单独关押。我暗中观察过，他整日神神叨叨的，不知道是在念经还是在念咒。大人，您千万小心，别着了他的道。快些到我这里来吧，快些到我这里来吧，快些到我这里来。大人，你看，他又在念咒了。不，他在跟老鼠说话。恕我礼数不周，不知阁下是谁？县令潘岳。原来是潘大人。你每顿只有2个馒头，为何还要分给老鼠？我被囚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，亏得有这些虫鼠相伴，打发长日，聊以抒怀。在你眼中它是老鼠，可对我而言，它却是老友。他既已被关在死牢，为何还要带这么重的脚镣？替他解开吧。大人，这是会妖术的重犯，他跑了呢。他若真的会妖术，你10条铁链也锁不住他。解开。是。你不怕我？需要怕吗？这墙上的图案，大人是为此而来？是。可否坦诚相告？大人若有心，待你查清此案，自会知晓。外面怎么会这么多野猫叫啊？终于安静了，真想吃栗香糕啊！栗香糕，栗香糕，刚出炉的栗香糕，看看看看，栗香糕嘞！卖糕的小贩为什么来得这么凑巧？还有刚才的猫叫，突然就停了。难道说……灵儿，我每天吃你做的饭都吃腻了，今天我想吃现烤羊腿配花雕啊！来，快，车拿进去。是。小姐猜的没错，果然是你。灵儿姑娘，你家少主呢？阿江，哎呀，你不必对我这么好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
我是拿你当朋友，我知道，但这就是我卓兰江对待朋友的方式。我说杨采薇，你何时变得这么扭扭捏捏啊？我怎么扭扭捏捏了？对啊，那这现烤的羊腿配花雕，喝不喝？喝，怎么不喝？鬼火案两死一残，沈慈是唯一的嫌疑人，破获此案的关键只能在他身上。可是此人真的会是用妖术残害同窗之人吗？对不对？真是。哎啊！来，咋了？没想到上官小姐走了以后，这些树还是没有幸免于难呐。哎呀，错孽哦！哼。公子，公子，你在干嘛呢？没什么。哦，你要去哪儿？哦，杨姑娘的画像裱好了，我去吧，正好出去走走。你看看，给您钱。好嘞，走吧，慢走啊。潘大人，吃份冰饮解解乏吧。好啊。潘大人，您的冰饮。谢谢。潘大人，您怎么今天没跟上官小姐一起来啊？我还怪想她的。我也好久没见她了。哦，这样。想见上官小姐得去银雨楼，听说她和卓少主好事将近，前2天还去码头巡视家产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怎么可能啊？好多人都在场嘛。上官小姐明明……爽爽，我现在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但是您的冰也还没吃。牙疼，吃不了酸的。给。啊。我是怎么回事？一听到上官芷，连话都忘了。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。金斗鬼，金斗鬼，怕风怕雨怕打雷。潘大人，这是您的画。爽爽，这首歌谣是谁教给你们的？上官小姐。他怎么会是他？青丝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上阴雨楼找到了尸体，我便来此守株待兔，没想到等来的是你。大半夜偷偷来此，想毁尸灭迹？当然不是了，那我得亲手找到真凶，让你正式跟我道歉，告慰亡灵，也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我不能平白被大人冤枉呀！尸体是会说话的，再不你就没机会了。他们应该是吃了什么中毒的，我现在要找出毒源。大人，你看，大人，你快来看，这个就是毒源。从颜色、形状上来看，从位置、方向、深浅来看，只能是他自己伤的自己。哎，小心点。上官小姐
可以平复公子的心绪。深呼吸，没事，没事。金豆掉了3把杯，天良推倒衣服架，吓坏我们金豆鬼。你看着我，潘越，潘越，看着我清醒一点。烦死了，我不是上官芷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相信你，那个时候，他是真心想嫁给你。没骗你吧？灵儿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小姐，这些油伞若是久不被雨淋，就需要时常拿这些湿抹布擦一擦，才能保护它不褪色。那我帮你。那我再去多拿点伞来。去吧。怎么了？潘大人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哎呀，这伞怎么弄乱了？这都是公子花了重金给小姐买的，小姐受伤以来可都还没有用过呢。他现在是上官芷，一旦暴露他的身份，危险可能就在身边。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潘大人，今日怎么有空来看上官芷小姐？是县衙里的案子都办完了吗？我刚抓了一只山鸡，晚上在院子里烤着吃。嗯。潘大人是打算留这儿晚上一起吃晚饭吗？不必了。是不是真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查到一桩案子，有水波纹的线索。什么案子啊？此案错综复杂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我知道你心系水波纹，放心，有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杨采薇变成了上官芷的模样，那躺在冰棺里的是上官芷。路上遇到点意外，我摔了一跤，还好没有误了吉时。上官芷假冒杨采薇来到婚礼，却阴差阳错的被水波纹组织所杀。说，这个文令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值得你不惜杀死自己的骨肉也要保全？谁指使你的？说呀！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你只会让我死得更惨。顾雍，顾雍，顾雍！上官芷命丧异乡，杨采薇险些身死，都是因为水波纹组织。我定要揪出幕后黑手，还他们一个公道。
他就要回来了，你们可要快些着。小姐，潘大人查到了水波纹的线索，那你还会回县衙吗？让我走就走，让我回就回，这么没骨气。他又没邀请我，我看他今天就是过来炫耀的。那我这要是去，岂不是热脸贴冷屁股？不去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小姐。查到一桩案子，有水波纹的线索。哎呀！他不会不来吧？小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河阳这么大，自有咱们的去处。哎呀，罢了，韩信都能受胯下之辱，为了查案，我能屈能伸？大爷，你写呀！上官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几天你不在衙门，县衙里死气沉沉的，好生无趣啊。灵儿姑娘呢？说实话，这灵儿姑娘不在，我这饭都吃不香了。是啊，就想灵儿吗？都想，都想。哎，大人呢？哦，大人在二堂呢。这几天他彻夜工作，就等着你回来帮他分担呢。大人，上官小姐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大人告诉我案件的进展，不就是想让我来帮忙吗？你多虑了。不过，你既然这么关心案子，让你看一看也无妨。多谢大人。什么大人属下，这么疏远？你也已不是县衙的人，以后不必叫我大人。我知道我不是县衙的人，不用时时刻刻提醒我。
看着有些碍眼。是，潘大人看我总是碍眼的。怎么样？案中可看出有什么疑点？虽然案件很诡异，但是也没看到什么水波纹的线索。犯人沈慈却关在死牢之中，我去看他时，他牢房的墙上画的正是水波纹图案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只说待到案子查清，自见分晓。言下之意，他是无辜的，案件另有真相。但他如果真的是无辜的，为什么不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，非要让县衙查个清楚呢？而且，这个案子的重点是如何杀人。他沈慈一介书生是怎么做到让陈父等人目盲、失去神识，还自动跳崖呢？一针见血，不愧是你。你嘲讽我？我是真心的。大人，你既然愿意告诉我水波纹的线索，就不要事事找茬。我这次真是冲着案件回来的，我每日工作完立马离开，绝不叨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过，只要你还活生生的在我面前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查个勾魂案，自己也中邪了？整个案子的起因是山林闹鬼，沈慈失踪。神鬼之说自是无稽之谈，看来还得从源头开始梳理。备车，去新政书院。公子，要不要通知上官小姐？算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她大概要着急回西园吧，不用叫她。哎，等等，要去一起去。嗯。在。在西园住得惯吗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不必听人使唤，也不用被人教训，悠闲自在，舒服得很。听说前2天你跟卓少主去码头了？遇到点麻烦。哦，挺好。挺好。我遇到麻烦，你觉得挺好？我是说，麻烦顺利解决了，你又能回来查案，挺好。潘大人，是不是现在我坐在车里，你特别不自在，你没话找话呀？没有，我就是许久未见，关心一下。还昨天见过。不知潘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陈掌院多礼了。新政书院乃是河阳官学，钟灵毓秀，人才辈出，是河阳读书人心中的圣地。本官一直想来拜访，染染书香文气。大人垂顾，是新政的荣幸。里边请。请。
没想到新政书院连仆役都风度不凡。大人谬赞了，都是书院的老人耳濡目染罢了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请。故使大人，天下之事这些都是我们书院书生所写的文章，还请大人品鉴一二。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字字珠玉，必作鸡池。新政书院果然是不凡的，大人过奖了。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陈trạng元，这篇文章是出自哪位书生之手？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。这位书生，那个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啊？你们这之前有一桩鬼火勾魂案，嫌疑人沈慈你可认识？我不认识，不知道。啊？这间房间为何白日挂着黑布？这是小儿的房间。我听说过令郎的事情，实在是让人遗憾。唉，自小儿目盲之后，神志恍惚，还屈光而行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只有遮上黑布。可否进去一看？啊，请。陈trạng元，上官小姐对巫蛊之术也颇有研究，不如让她也帮忙看一看。哎呀，那太劳烦上官小姐了。请。据我所知，嫌犯是一名书生，目前就关在县衙的大牢里。我想知道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？身为儒生，不与怪力乱神，他怎么做到的我不知。但福儿出事的时候，嘴里反复念着他的名字，不是他，还能是谁？可怜福儿生不如死。为了能让福儿有一条活路，我曾数次去牢狱哀求那凶手，求他放福儿一条生路，可他却是铁石心肠，不为所动。